小安安，你怎么不喝呢？不乖乖吃饭就长不大哦。给我。干嘛？喂他喝呀。别啊，我来喂他嘛。你喂他不喝，给我，赶紧的。他不喝，我喝。哎，你现在饿不饿啊？林小样，你干嘛呢？我就是生气，他不吃饭，不吃饭就长不大，他不能长大吗？听老妈说，从那以后，我的每顿饭都吃得特别乖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被她的爱感动了吧。谢谢你，让我长大。首先要解决的是靠近他，以对方最熟悉的身份，伺机放松警惕，趁其不备，一举拿下。是来日方长。那你为什么搞得这么狼狈啊？因为女人天生具有母性，所以最易击溃的不是感动，是恋爱。根本不用放在眼里。他敢跑去医院跟你说这些，说明这个人没什么脑子，不是你的对手，还成了你助理，太狗血了。电视剧要是拍成这样，估计没人想看。你要是敢跟陆贞安姐弟恋，再来个职场手撕小情敌，估计能成爆款。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倒挺好，那我怎么办啊？你可是我云浪的招牌，这事要是传出去了，不得说我是个冷血无情、抠门小气、吃人不吐骨头的奸商啊？难道我就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？明明知道他拿我当情敌，我还要把他当助理，去教他，去使唤他，最后再亲手把他送去陆贞安身边。我马乐，我林漾，在商界打拼了大半辈子，在瑞业奋斗了整整5年，不能毁在一个压根没签约的艺人手上吧？所以让我配合你卖惨，做不到。做不到你也得给我硬着头皮做，不然你就只有一条路，找华总摊牌。理由呢？都没共事过，哪来的理由？除非他开口，不然就显得你小肚鸡肠、心胸狭窄，确实没有说服力，还丢人。行，这个话题到此结束。所以，我决定立刻签约。同时，我会在签约仪上发布一首新歌，保证云浪音乐出尽风头，以报答您的协作之恩。可以，合作愉快，马哥。从今往后，咱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所以你放心，我既然答应签约，就绝对不会玩票。我会向所有人证明，你马乐的眼光是对的。好。哎，你看我，像不像一条咸鱼，还翻不了身那种？啊！其实啊，你心里知道那个陆正安说的是对的。就是嘴上死不承认。30来岁的人，被个20出头的小孩扒个精光。我是不喜欢现在的生活，过得没激情、没期待，也没有乐趣，像个机器人一样，每天就是刷牙、洗脸、吃饭、睡觉，这一套动作像是被编进了一个程序里，一通上电就按部就班的无限循环，不喜欢又没办法。为什么呢？就是那种有心无力的感觉，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了腿，完全迈不开，对吧？对，是你的懒，还有穷。其实啊，30岁以上的人都一样，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，一般的见惯不惯，不一般的见不着。所以啊，死了的不是生活，是我们的心境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一件衣服、一个包，或者是任何一样东西，感到很有兴趣了。更没有那种非买不可，就算是刷爆信用卡也必须要把它买回家的冲动。还有那些火到爆的网红餐厅，也就那样。好不好吃无所谓，吃饱了才重要。
哭点也变得很奇怪，该哭的时候哭不出来，不该哭的时候收不住，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还落了一身的病。你也有病？那咱俩一样啊。你俩不一样，她还有老公。我们不一样。你呢？你就一点没中招？有啊，但我觉得也没什么，挺正常的。谁都会有这么个年纪，这么个阶段。你要是不当回事呢，它就过去了。但你要是死揪着不放，还不断的扩大渲染，那最后苦的累的还是自己，何必呢？果然说别人都有一套。明明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还不去改，活该自己受呀。他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人缘是不是很差呀？人称曹主任。你们俩现在啊，就像是两株空心菜，表面上看上去呢绿油油的，特茂盛，但其实空心的，光有30岁的外表，没有30岁灵魂。My God！一成不变是惯性问题，所以适当的时候需要来点外部刺激。你找个男朋友，你生个孩子，完美。什么年纪就该干什么样的事儿，你们俩倒好，非得逆着来。一个要当丁克，一个呢狂刷甜宠剧，自己在家空窗好几年，不出问题才怪呢。那请问曹主任，你有什么呢？你是有老公还是有孩子呢？不要忽略今天的主角啊！你们不要喧宾夺主。你想干嘛？问回到底。我都这样了，我还能干嘛？那就躺着吧。今天躺过去，明天继续躺。躺什么呀？起来，走啊！哎，干嘛？哎，别问。哎，你慢点儿，他有声。哎呀，说变咱就得变呐。牛达，今儿给他来点不一样的。韩娜，什么？起来！哎呦，你怎么这么重？哎呀，你太沉了，你是不是又胖了？老年人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曹主任总有一股神奇的力量，让人清醒又温暖。他的鸡汤确实不怎么美味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很有营养。而对于30岁的我们来说，营养往往比美味更重要。我人生那么长那么好，怎能一次说了就代表与生活相视微笑，也好过跟他计较。退一步把坏心情划掉，未来颜色七彩的狗鸟，我有被他好看到，一起看吧，好不好？我问你有没有听到，认识你轻快流动，却不准你轻困到老，做的对我们没也笑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他有点过分嗨了。出门前刚跟老公吵完架。我人生那么长那么好，怎能一次说了就代表与生活相视微笑？谁呀？穿成这样你都能认得出来？你是来参加什么
主题派对。你呢？大律师不是应该很忙吗？怎么有时间来这种地方？陪客户。那，你进去吧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哎，梅啊，你怎么样？身体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本来也没什么大事儿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以后你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，就像咱们之前。对了，你安安呢？她搬出来了。啊，他妈打扰我。她搬去哪儿了？庆宁她就认识咱俩。住酒店吗？她身上哪有这么多钱啊？不知道，他什么都没说。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问一句吗？对不起，也怪我，跟你没关系。你还挺关心他的。当然了，因为他也关心我。我回去了，去忙吧。听说你从谢兰克家搬出来了。嘿，这臭小子！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管不着。喂，你搞什么鬼啊？有时间发朋友圈，没时间回我微信。你给我发消息了？没注意。你搬家了？听谁说的？西南科？你别管我听谁说的，你就说你现在在哪儿。你现在在哪儿？你管我在哪儿？我问你在哪儿？哎，你都病成那样了，还跑出去喝酒，不要命了？你别一天到晚管我行不行？我是你姐，又不是你。行，你好好喝吧你去，我懒得管你。这女人怎么这么不省心？小屁孩居然敢挂我电话，没大没小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我老公说他不想当丁克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爱我了，想跟我有个爱情的结晶。请问，谈恋爱的时候不爱我吗？求婚的时候不爱我吗？都结婚6年了，突然爱上我了，偏执。其实，我觉得有个孩子也挺好的。现在不是孩子的问题，是他凭什么说变就变啊？
就是觉得没意思了，不爱我了。可是生个孩子就有意思了吗？他还得和他妈来逼我，拿我当什么了？混蛋！别跟他搭话。你们俩听好了啊！男人的话吧，听听就得了，千万别当真，更别把自己打进去。你看看我一把年纪了，不想生，更不敢离，进退两难，太难了。他这样没法回家，要不今天晚上住我家吧？不回去更完蛋，她婆婆在呢。那你呢？我也不行啊，头脑有点低烧，我怕我妈一个人撑不住。那你不早说，赶紧走走走。哎，没事儿，都已经睡了，这都什么样了，再陪你待会儿。进退两难呀，我怎么这么难？太难了，我。曹玲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温柔贤惠，一直是男人心目中的最佳老婆人选。在她毕业后的第3年，遇到了比她小3岁的萧哲，两人一见钟情。不管身边的人怎么反对，她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爱情。两人交往不到1年就结了婚，在最相爱的时候怀上了彤彤。但婚姻不是风花雪月，是柴米油盐。当激情褪去，枯燥又琐碎的日常，再加上彤彤的到来，两人之间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，开始了没日没夜的争吵。对不起，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家庭生活。那当初为什么结婚？我那时候还小，不懂事儿，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也想明白了。留下房子、车子还有孩子，立刻滚。萧哲选择了自由，曹玲成了单亲妈妈。但她谁都没说，怕人笑话，更怕没了仅剩的尊严。她一个人咬牙往前走着，走到没了自我，走到无路可走。你能来帮帮我吗？我快扛不下去。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一味的做对，只能头破血流。适当的示弱，说不定才会带来新的转机。这个岗位需要经常加班，我们还是想找个有经验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希望下次有机会。这1个月你已经请了5次假了。对不起，孩子生病了，
我周末加班，一定把进度赶上。上班不只要完成手头上的点工作，还有团队建设。你去吧，不用再回来了。毕业后的第7年，我和曹玲在街头偶然相遇，从此有了联系。我帮他介绍进了瑞业，更帮他隐瞒了过去。肖哲和彤彤，除了我，没人知道。In the sky， 问词儿啊，后面有她老公电话吗？打一个呀。冷战，冷战知道吗？谁先说话就输了。那就索性一战到底，今天晚上别回去了，去我家住。啊？那更不行。喝酒是一种抗议，代表了我的态度啊。但是彻夜不归是原则问题，不行。这个时候你知道吗？不能被抓到任何一点把柄。婚姻你知道吗？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你稍有不慎就全盘皆输，必须要面面俱到，才能步步为营。哎呀，等咱以后有了，我再慢慢教啊。确定他喝多了？我怎么有点晕呢？我确定，我有点同情她老公。叫代驾呀！呀，轻点，轻点，他有伤。有伤怎么了？这年头谁没有伤啊？但是有伤呢，就一定有药。你放心啊，有我在，陪你好好找药。赶紧找代驾。这个药吧，我跟你说，啊、有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说，有的时候是一个限量的裙子，有的时候是一个小包包，还有小的从天而降的小鲜肉。那么慢啊！你们现在干代驾的，我考得这么高了啦！哎，他喝多了，你怎么了？你就我们回家呀？你现在还能喝酒啊？能。我没怎么喝，他喝多了。我没喝多。你架不住他过来。嗯，他来。你跟他又不熟。他不是女朋友吗？灵儿，来，跟我走。你干嘛？没见过30岁的少女。你出门不照镜子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哪有什么30岁少女？这不20岁萝莉吗？哪儿学的一套一套的？说真话不用学。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。你搬哪？我出公司了，条件是不怎么样，但更有利于工作。我是问了表哥才知道你在这儿的，赶来也是因为不放心。还有我带了驾驶证，以防万一。干嘛呢？没事吧你？啊？清醒得很。他现在是在控代驾小哥哥吗？清醒个鬼！他不是代驾。小哥哥，哎，干嘛呀？有话上车说，上车说。哎，小哥哥，你给我们唱首歌吧。上车唱吧。你现在唱不行吗？现在外面唱多尴尬。你不会唱歌吗？我会啊。小哥哥不会唱歌。说了呀，会的。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你是单身吧？来，喝口水。姐姐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你就
但是我这2个好姐妹都是单身。他不是代驾。嗯。晚上干代驾，白天干别的。现在的孩子都这么努力了吗？他主任是演员吧，还是模特呀？我怎么那么眼熟，好像在网上见过一样。是，你呀，亲自在网上查的。还查我了？没有，查的不是你，查的不是你，是他那个青梅竹马的弟弟，叫陆正安。陆正安，我搞不清楚啊。你说他叫你老婆是单方面的，你不答应，那你拿他当弟弟，不也是单方面的吗？他答应了吗？闭嘴吧你！我觉得有道理，是吧？你呀，别装了，又没有外人。你知道为什么是条咸鱼翻不了身吗？你包袱太重了，管他能不能天长地久呢？能快活一天是一天。你不是一直想要个男的吗？眼前就有一个这么帅气、身强力壮的，脸上把他嘴堵上。好了，一把年纪了，那么多话呢。喝水啊，我刚刚都干了，你看，再干一个。哎，来，咱们那个听首歌，唱歌3对9啊。今天来点什么？梦探头就跟我一起来，没有什么能挡着未来。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能挡着未来。到了。回家了，走了，拜拜。老婆，真拿我当代驾了，这就走了？他俩都喝酒了，你。花仙子，好了，加点油。幼稚。如果你能再说点幼稚的话，比如你是最棒的，你一定行，那我油就加满了。别动。臭小子，都长高了，我够着都费劲了。加油！你是最棒的，你一定可以。完了。啊？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？你能不能走点心啊？你这样我可开不了车哦。行，再来。辛苦了。刚来青宁，人生地不熟，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，
还要来担心我，很累吧？是我不好，不该冲你发脾气，不该让你担心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虽然我不懂音乐，也不知道要给你什么样的建议，但是我知道你是最棒的，即使最后不成功，但也一定是最帅的。加油！怎么了？你不会哭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油加满了，分你一点。好了，晚安。是啊，谁都不容易，但一直在努力。毕竟人生在世，总会有那么一两样想要坚守的东西。我没有婚姻，没有孩子，也没什么梦想，但我有大龄女青年的尊严和骄傲，所以继续拼吧。31岁的我，可以输，但绝不能认输。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，起床了，林宝宝。俗话说得好，早起的西施有人爱，赖床的玉环没人疼。不要假装很努力，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。今天的一个早起，一次偶遇，改变的将是你的一生。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，起床了，林宝宝。以后在公司尽量不要穿这么鲜艳的衣服，毕竟我们经常会跟华总外出，还是稳重一点比较好。好，明白了。还有事儿吗？欢迎你回来，希望我们以后能和平共处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
喂，华总。好。我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我四肢乏力，我一个劲冒虚汗，根本站不起来。你看他今天发着高烧要跑出去见他，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不会为难他的，你放心。他真的是那个长不大的小屁孩，要是被别人看到多不好啊！那就撑住了。我眼中的伪装，逃不过你的目光，挥霍了的时光，已留下无谓的逞强。几段过往，旧时光会遗忘，总有人一直收藏。这一路的感伤，都有你陪伴在身旁。一路星光，历经一段漂泊，却只为一束烟火。旅途多有颠簸，才能够解开枷锁。爱得多，痛得多，却不甘落寞。我们都将挥别所有的错。愿你朝阳日落，都会有新的收获。迷途终将解脱，爱意也不再轻薄。深爱过，别多说，未来好好过。这次别再